教育全军，改假3日，全城大肃。李公，那是杨楼街。开始了。回去吧，守护好何家老幼。赵府，走。大郎，把这些人都拖到后面的坑里，再打些水来，把地上的血冲洗干净。埋了吗？不急，这才是第一步，今夜还长。动手！
常见多。嗯。在。使君，某等愿为第一阵，但却要告知墙上的兄弟，莫要误想。贼人没有了剑之约束，只不过就是乌合之众，攻进来倒是不可能，但是要提防他们纵火。这便是所谓的买卖吗？这是大事，无论是冯令公还是刘令公，都不能逆势而行。桑相公与我说明了那许多，可我还是不大明白。其实桑冯诸公这10日来的作为，是在告诉契丹天子，这中原天子谁都能做，唯独杜重威和张燕则做不得。因为中原之地不需要再有第2个二皇帝。使君来了，好，击鼓，诺。请大刀！咱们太尉的大旗还要高呢。城上有伏兵，哎，都督弓箭，虽少30步长。我大一柱是天才富贵，莫放手了，兄弟们，上！冷静点儿，再大的富贵，你得能抓到手里才算数。如许大一座京师，能得富贵的所在不止这一处。就是。送在此处，怕不是要冤死了！撤！令公，这是何意？此门曰明德，无德之人不得入此门。我奉契丹天子诏命，请傅义侯移驾别宫。令公，你要横加阻拦。朝廷礼制，此门只得元正日开，其余日子唯有天子车驾可入。今天距离元正还有3日，尔等当真要进？哎，纵使此门不得入，一公之事势在必行，望冯公莫要忤逆抗旨，自然祸端。金花银枕乃我朝圣物，非禁足宗亲不可得。冯公如何得来？数载之前，出使上京，
有人所赠。陛下所赐。还不快快下马！尔等带着这许多兵来，欲将我家天子移驾何处？天子，请你家傅义侯暂居开封府衙，以待天子驾临。多余的话我本不当说，但是人老了，背会了，也啰嗦了，说不得要提点你们几句。李天子驾临京师之日，此天子是要驾前请罪的，此人是请不了罪的。请官家更衣。侯爵是从三品，降沙符，通天冠，僭越了。官家恕罪，宫中实在找不到合身的三品肤色。莫再叫我官家。官家，永远是官家。邯郸旅客，一梦黄粱，以为不过是话本戏言。今日才知各种滋味。也罢了，就穿这身衣服便是。朕的黄粱饭熟了。自此天下再无大晋。老儿倚老卖老，咱们就这么由着他。此人惯会弄吃作态，释放了这许多天子，罪为3朝元老，谁也奈何不得他，可谓是之死。此人与陛下有所旧议，唯有陛下可处置之。
都去了。灵公，何成文武公卿都去了，各国使节呢？一并去了。可吴越的那个少年郎却不曾去。千家九郎，他这是疯了吗？人要真疯了，便不会如此了。石家的江山，跟他钱家有何干系？连汴梁自家都不及，他以吴越国的王子，又有何看不破？他今日不去，不会再生出什么事端吧？但愿不会吧。臣等恭迎陛下。罪臣孙南重贵，恭迎温皇。温皇千万岁寿。罪妇李氏恭迎父皇，父皇千万岁寿。臣恭迎陛下，陛下千万岁寿。令公何在？启奏陛下，南朝京师内，6品以上文武悉在此恭迎陛下。朕没问谁来了，朕问的是谁没有来。太尉中书令燕国公冯道，显教司空吴越国内衙兵马都指挥使、大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称病未至。冯令公，朕是知道的。这钱弘处，朕未曾听过。吴越偏比小王，言之有辱陛下倾听。此人春秋几何？臣闻吴越王田元冠主子，以弘字叙事，年纪应该不大。石重贵，如可知罪。孙南神思混乱，行止悖逆，罪在不赦，夫为温皇裁断。此要拿来劳军的话，未免太瘦了些吧？肉袒千阳，贤避于谶，盈于骄言，此春秋之故矣。于人君则折辱过甚，非圣学之所长。男人不耐寒，此袍与你遮风。孙南不孝，冒渎温皇天威，前罪未论，又蒙恩赏，罪臣惶恐无定，敏感五内。朕既然封了你做副议侯，便是赦免了你的罪责。毕竟有个祖孙的名分，你这做孙辈儿的不义，朕这做祖父的不能不仁。你又何必做此凄凉之态？难道以为朕是那苛酷雄猜之主吗？孙南岂敢？孙南叩谢温皇天恩。瓮城内已备好天子圣谕，恭请陛下法驾入城。正位大宁宫。蒙尘，朕观汴梁东北去城10里，有水绕丘，不知是何所在。启奏陛下，水曰曲水，丘曰赤冈。物欲何在？臣在。小邑诸部落，公帐、皮氏，冯令公乃是有大德的圣人，
怕是以为咱们这些草原上的野人粗鄙，扰了他老人家的清静。既是如此，所有人听我命令，全军不得进城，今夜驻扎赤冈。是。今日之事，事关邦交，九郎，你不该任性啊！一字萧关起战尘，河黄隔断忆乡春。汉儿尽作胡儿语，却向城头骂汉人。这是前朝奈汝居士的诗。司空图一介吃完老儒，无钱无兵，尚且不肯向朱全忠低头啊。而我吴越，纵横12军州，带甲10余万，便这样，就向契丹俯首称臣，岂不为天下人所笑？你这个比喻啊，不伦不类。后唐李家尽是实事，都是沙陀人，都是胡儿，反倒是那个朱全忠，倒是一个正经的汉人。国家大势如此，礼崩乐坏已近100年，谁还在意那么一点子胡汉之分呐？那我家七里也要向契丹俯首称臣吗？吴越与契丹自先王始修共事，数十年没有改变过。别说我等要称臣，就是先王也得面北而视之。哼，又是势大，又是势大。九郎，这是吴越国事，不是小孩子闹义气的时候。难道冯令公也是小孩子闹义气吗？这些年还是他惯着他了，这么要命的时候他却闹起脾气来了。那你去劝劝他呀，你跟他说国事如此，由不得他再肆意妄为了。唉，你们几个说来说去的尽是这些大道理。这世上的事儿若都是循着道理来，哪还有眼前这些惨事儿？真娘，这事你不懂，不要乱插话。我是不懂，可我觉得阿娘懂。若是阿娘在此，你觉得她会怎么做？你不用劝我，我知道，他们说的都对。你也不用在这儿陪着我，我在这儿做乏了，便下去睡了。我也不用人伺候。你好大的颜面，谁是来伺候你的？不想去便不去，谁还能真的逼你不成？其实我心里知道，水秀公和三哥说的是对的。这是国事，国事就要循着国事的规矩、法度，容不得谁肆意任性。可我就是想不通，这天下的大事，怎么就到了这般地步？仁义没了。纲常也没了。昨日里还活得好好的人，说死就死；昨日里还是天子的人，如今牵着羊，披着发，跪在尘埃里，任人羞辱，任人踩踏。明明是通衢大道啊，路两边却堆满了人骨。那些恶贯满盈之人，封侯、拜相，权势滔天。良善之家，反倒全族被杀没了下场。
水丘公说这是国事，三哥也说这是国事，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什么样的国事，能叫是非都颠倒了，善恶都翻转了？狗屁国事！